大伯母，我那几百万的迈巴赫，你怎么没经过我同意就拿去拉猪？你怎么骂你堂哥一家是猪啊？是拿去坐婚车，拉的是人。是不是人我不知道，但我刚才已经把车卖了。320万全款买的迈巴赫，大伯母在家族群里一句婚车用老二的，就直接给我安排了，没人问过我，仿佛那辆车打一开始就是他们家的。我看着消息一个字没回。第二天，我把车开去了二手豪车行，280万到账的那一刻，堂哥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我的婚车你停哪儿了？我明天要彩排。家族群里很安静，卖了。直到大伯母刘金凤发出一张婚纱照，下面立刻跟了一串的恭喜和红包。各位亲戚，江傲的婚礼就在下周6了。为了给他一个风光的婚礼，婚车就用老二家的迈巴赫。租一天要10万，自家人别花冤枉钱了。刚好给孩子们省下来蜜月用。消息一条条弹出，没有人艾特我，没有人问我一句江岸你的车方便吗？仿佛那辆车不是我的，是他们江家的公共财产。哇，还是大伯母有面子。是啊，这婚车一出太风光了。都是一家人，就该这样。我爸姜文海也冒了泡，应该的，自家哥哥结婚，弟弟出点力是应该的。他替我答应了，就像过去20多年里无数次一样，我一个字都没回，默默关掉手机。第二天是周一，我请了半天假，没有通知任何人。我把那辆黑色的迈巴赫直接开进了全市最大的二手豪车行，刷卡签字办手续。手机收到银行280万到账提醒的那一刻，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。喂，江岸吗？我的婚车你停哪儿了？我明天跟婚庆公司彩排路线，你赶紧把车骑到公司楼下，钥匙留给前台。你笑什么？听到没有？赶紧的，别耽误我的正事哦。那辆车卖了。电话那头死一样的寂静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挂断。手机屏幕瞬间被无数个未接来电和微信消息占满，拉黑关机，世界清静了。我重新办了张手机卡，第二天照常上班。刚到公司楼下，就看到我爸姜文海的车停在路边。江岸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敢挂我电话，还敢关机！我没理他，径直往公司大门走。你给我站住！车呢？你真把车卖了？卖了你疯了！那是你哥的婚车，你说卖就卖，我们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第一，那是我堂哥，不是我哥；第二，那是我自己全款买的车，我想卖就卖；第三，我的脸不用你们江家给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是你爸。所以呢，你是我爸就可以不经我同意随意支配我的财产吗？什么叫你的财产？你的不就是家里的？我买车的时候你们1分钱没出，现在倒成了家里的。你吃的穿的哪样不是家里给的？养你这么大，让你给家里做点贡献怎么了？我工作5年，给家里的钱超过60万，给江傲买房我拿了20万，这些够还你们的养育之恩了吗？你算这么清楚干什么？一家人非要这么计较？不计较就可以把我当傻子吗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吵，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。你哥的婚礼怎么办？你让他怎么办？那是他的事儿，与我无关。怎么能与你无关？都是你惹出来的祸。谁在群里没问过我就替我答应的？谁把我的车当成他自己的，打电话来命令我？那不是你大伯母着急吗？他着急就可以不尊重人？这孩子怎么这么犟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赶紧想办法解决。没有办法。怎么没有？你把卖车的钱拿出来，再去租一辆不就行了？钱我已经做理财了，取不出来。你喂，大嫂，什么事儿？文海啊，你快管管你家小子吧，他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呀！骄傲的新娘子因为婚车的事儿，现在闹着要退婚啊！这婚要是结不成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大嫂，你别急，我正跟小安说呢，我们肯定会解决的，你放心。你听到了吗？你哥的婚都要被你搅黄了，你满意了？哦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不然呢？要我跪下来求他老婆别退婚吗？爸，我还有工作，先走了。你大伯母要跟你说话。喂，你这个逆子，江岸，你这个没良心的小畜生，我们江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白眼狼？大伯母，骂完了吗？你还有脸提钱？既然说到了钱，我正好也想问问你，3年前您说江傲做生意周转不开，从我这里拿了5万块钱，您当时说半年就还，现在3年半过去了，您是不是该把钱还我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借过你钱？您忘了没关系，我这里有转账记录，当时您还给我打了张欠条，白纸黑字，要我拍给您看看吗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大伯母什么时候把钱还了，我们再谈别的事。下班后回到公寓楼下，已经是晚上10点。刚停好车，就看到我大伯姜文山蹲在花坛边上抽烟。看到我，他立刻站起来，把烟头狠狠踩灭。
他堵在单元门口。有事儿跟我回家，你爸妈、你大伯母都在家等你。我没家，这里就是我家。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是不是？是你们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看。不就是一辆车吗？给你哥用一下怎么了？你就这么容不下你哥？我的东西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不愿意谁也别想抢。反了你了，你个死小子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5分钟就到。这里的监控很清楚，你现在对我做什么，就会被清清楚楚的拍下来。到时候是你儿子婚礼重要，还是你这个当爹的去派出所喝茶重要？你自己选。姜文山的手僵在半空中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好得很。江安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。我看着他愤愤离去，回到家，我反锁上门。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果然，不到10分钟，我的新手机号就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小安，你在哪儿？你快回来吧，家里出大事了！你奶奶被你大伯母气得犯了心脏病，现在送到医院抢救了。我爸姜文海、大伯姜文山、大伯母刘金凤，还有堂哥姜傲，他们一个不少，全都聚在抢救室的门口。可是他们的脸上没有焦急，没有担忧，而刘金凤看到我的瞬间，眼睛里迸发出的不是悲伤，而是怨毒和算计。奶奶呢？你还有脸来？你奶奶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就是杀人凶手！我问奶奶在哪儿？我推开她，想要冲进抢救室。你别闹了，医生正在里面。她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这事儿没完。我老婆说了，要是婚礼出问题，她就带着孩子打掉。你奶奶要是有事儿，你就是我们家的罪人。你们是112床病人的家属吗？病人血压已经降下来了，没什么大碍，留院观察1晚就行，别都堵在这里，影响其他病人。他根本不在抢救室，他根本没有生命危险。过去半个小时里，我所有的恐惧、所有的担忧、所有的自责，都像一个天大的笑话。那股从脚底升起的寒意，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。我慢慢的转过身，看着门口那一家人，看着他们脸上来不及掩饰的慌乱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个陷阱，一个用我最爱的奶奶来逼我就范的卑劣无耻的陷阱。小安，你别怪我们，我们也是太着急了。是啊，医生一开始说情况很危险，谁知道……哦，是吗？那你们是希望奶奶情况很危险，还是不危险？我笑了，发自内心的冰冷的笑。为了逼我拿钱出来，你们连奶奶的性命都可以拿来当谎言的筹码，你们真的刷新了我的底线。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？我们什么时候拿你奶奶当筹码了？就是，我们是关心则乱。妈，你别在这里转移话题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婚礼，婚庆公司、酒店、车队，所有人都等着你。把卖车的钱拿出来，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。家里的事我们以后再说。先把事儿解决了，可以啊。我就说嘛，都是一家人。但是在解决你的事儿之前，得先解决我的事。我从包里拿出手机，点开了计算器。大伯母，3年前，也就是1277天前，你从我这里借了5万块，当时说好半年就还，年益率按5%算，不过分吧？我算了一下，本金加利息一共是63425块。你是现在转账，还是我把欠条发到家族群里，让大家评评理？你算那么清楚干什么？为了一点小钱，你要逼死我吗？小钱？这笔钱是我刚工作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，每一分都不容易。当时你哭着求我借钱周转，说应急用，我二话没说就给了。现在倒成了一点小钱。你自己的儿子是宝，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草，是吗？刘金凤被我堵得说不出话。还有你，爸。小安，你大伯母也不是故意的。我没跟他说。我只想问问你，你刚刚说我的钱就是家里的，是吧？是啊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奶奶由我来照顾，我会给她请最好的护工，住最好的疗养院。既然我的钱是家里的，那家里的钱自然也该为奶奶花。你现在立刻马上转20万到我的账户上，作为奶奶第1年的赡养费和医疗储备金。什么？20万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我养我妈还要给你钱？是你自己说的，你的就是家里的，我这是帮你尽孝，你应该感谢我。你这是强词夺理。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收起手机，转身就要走。站住！江岸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大伯母的6万3，我爸的20万，一共263425块。明天早上8点之前，我看到这笔钱到账，然后我们再谈你的婚车。
否则一切免谈。你，我绕开他，径直走向电梯，身后是他们气急败坏的咒骂和咆哮。你给我等着！第二天一早，我没有等来他们的转账，等来的是我妈李玉梅的电话。小安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你爸？他可是你亲爸，你哥结婚是多大的事儿，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？我一句话都没说，静静的听着。你爸说了，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，他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等他哭累了，说棍了，我才平静的开口：妈，我昨天在医院看见你了。电话那头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你躲在走廊拐角，看着他们演戏，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冲进来。你什么都知道，但你一句话都没说。小安，从那一刻起，你就不是我妈了。我挂断了电话，拉黑了她的号码。洗漱完毕，我去了医院。我到的时候，奶奶刚做完检查，正一个人坐在病床上发呆。小安来了，奶奶，您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家里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你别跟他们置气，不值得。奶奶，您跟我走吧，我照顾您。她摇摇头，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小盒子，一把生了锈的钥匙，一本泛黄的房产证。这是你爷爷留给你的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。你爷爷走得早，最不放心的就是你，怕你将来受委屈，他偷偷把老房子过户到了你名下。这份遗嘱和房产证，他让我一直替你保管。我呆呆地看着房产证，户主那一栏清清楚楚写着江岸，日期15年前。我爸、我妈、我大伯一家一直住在我名下的房子里，心安理得地吸我的血，算计我的财产，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，我才是那栋房子的主人。我收好房产证，亲了亲奶奶的额头，走出病房，迎面撞上来势汹汹的两家人。我儿子的婚礼今天就办，你再不拿钱出来，我就去法院告你。我看着他们，像在看一群小丑。正好，我也要去法院告你们，非法侵占我的个人财产长达15年。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，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我的话像一颗炸弹，在走廊里轰然引爆。房产证，假的，肯定是假的。你为了不出婚车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把证抢过来撕了。爸，今天你要是让他们动我一下，或者动这份房产证一下，我保证你们明天就睡大街。说说你是怎么联合大哥一家把儿子当提款机，一炸就是20年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一字都像针一样扎进姜文海心里。他比谁都清楚，这个证是真的。小安，我们回家说好不好？别让你奶奶听见了。回家？回哪个家？我的家不欢迎你。我把房产证收进包里，24小时，带着你的好大哥、好大嫂、好侄子，还有我那个好妈妈，从我的房子里彻底消失。否则，我会带着律师和警察上门，到时候事情就不会这么体面了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回奶奶的病房，轻轻关上了门。从今天起，我的人生我做主，我的房子我做主，我的钱更由我做主。我给奶奶办了转院，全市最好的私立医院。安顿好她，我走出病房，打开手机，意料之中，几十个未接来电，上百条未读信息，家族群已经炸了。评评理，江岸那小子为了不借婚车，还拿着假房产证糊弄人。他就是故意不想帮我家，还想把我们赶出去，太过分了！我要让大家都看看他是个多么忘恩负义的人。他颠倒黑白，把脏水一盆一盆的泼过来。太不懂事了，文海，你这个儿子怎么教育的？再怎么样也不能把长辈往外赶啊，这是大不孝。七大姑八大姨一个个跳了出来，没有一个人问我真相，没有一个人关心我受了多少委屈。我看着那些冰冷的文字，心里没有愤怒，只有麻木。这就是我的亲人，真是可笑。我没有辩解一个字，默默截下了所有聊天记录，然后我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明天上午10点，老房子家庭会议，所有对这件事有疑问的亲戚都可以来。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这些年的账一笔一笔算个清楚，包括某些人欠我的钱也请一并准备好，过时不候。发完，退出所有家族微信群。世界再一次清静了。手机响了，是我妈。本想挂断，鬼使神差地按了接听。电话那头不是哭泣，不是咒骂，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的平静。江岸，你回家一趟吧。你爸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说是不活了。他说你要是再逼他，他就从楼上跳下去。你大伯他们正在砸门，你快回来啊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握着手机，站在医院洁白的走廊里，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黑暗。又来了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原来的味道，用亲情绑架，用性命威胁，他们真的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。我没有立刻赶回去，
先给奶奶的主治医生打了个电话，然后给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号码发了条信息：张律师，有个房产纠纷和债务追赔的案子想委托您。对方秒回明白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才慢悠悠打车往那个所谓的家开去。到楼下时，单元门口围了一群人。我没脸活了，养了个不孝子儿啊！他要逼死我呀！文海，你不能想不开呀！小安只是一时糊涂啊！演得真像。我抱着胳膊冷眼旁观，然后拿出手机打开了录像。江岸回来了，快上去劝劝你爸！我没理他们，径直走进单元门。3楼楼梯口，大伯江云山和堂哥江傲守在那里。你这个畜生！想打我可以。你猜是你先打到我，还是楼下的警察先冲上来？姜文山和江傲傻眼了，阳台上的闹剧戛然而止。姜文海看到楼下的警车，脸都绿了，自己从阳台上爬了回来。一场精心策划的苦情戏，瞬间变成了一场滑稽的闹剧。江傲，你连你亲爸都敢嗨！我没看他，目光投向我的母亲李玉梅，她脸色苍白，眼神躲闪。妈，演够了吗？演够了，就该轮到我了。江先生，我已经到楼下，所有您需要的法律文件，还有针对刘金峰女士的欠款催缴函，我都带来了。我笑了，看着面前这一张张惊恐的脸。好戏才刚开始。张律师40岁左右，金丝眼镜，一丝不苟的西装，眼神锐利，气场强，身后还跟着2个年轻助理。楼道里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凝固。我的当事人江岸先生是这栋房产的唯一合法所有者，这几位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长期霸占其房产，并且在我当事人提出合法阻求后，以跳楼进行威胁，聚众闹事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。他说话不疾不徐，条理清晰，每说一句，江家人的脸色就难看1分。他一个眼神示意，助理上前从公文包里拿出几份装订整齐的文件，一人一份，递到姜文海、姜文山、刘金凤、李玉梅手里。江傲没有，他被当成了无足轻重的附带品。第一，关于房产，限你们24小时内搬出，逾期法院强制执行。第二，关于债务，刘金凤女士3年前借款5万，连本带利63425元，48小时内归还，否则以诈骗罪及恶意脱产罪提起刑事诉讼。一旦获批，我们已经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你们将被禁止以任何形式接近、联系、骚扰我的当事人及他的奶奶。我没有借钱，这是污蔑！刘女士，销毁法律文件是妨碍司法公正。另外，我们这里有你的亲笔欠条原件，以及你借钱时的录音。你确定要在警察同志面前讨论这个？小安，爸错了，我们不能这么做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你要是把我们赶出去，我们能去哪儿？还有你妈，你们去哪儿，与我无关。至于李玉梅，在我被你们骗进医院，在你们用跳楼逼我就范的时候，她选择袖手旁观的那一刻，她就不是我妈了。小安，张律师，接下来的事全权拜托你。好的，江先生。你这个小畜生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为了钱连亲爹亲妈都不要了，你把我们赶到大街上，还抢走了你奶奶！小安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爸从调解室回来就一句话不说，饭也不吃，他要是想不开怎么办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小安，这是你的家人？让安保把他们请出去。我们不走！今天你们公司不给说法，我们就在这不走了。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，人品能好到哪里去？做的产品能让人放心吗？你还我房子，你还我儿子！江安，我不管你家里什么事儿，这是公司，不是你家菜市场。张律师，启动第2套方案，我要告他们诽谤以及寻衅滋事。另外，帮我联系几家媒体，我有故事要讲。明白，江先生。
江先生，您快来医院吧，您奶奶有家属过来探视，情绪受到很大刺激，现在血压急剧升高，人已经昏迷了。江先生，老夫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受了很大刺激，需要绝对静养。来探视的是您母亲，她说您不孝，说您要害死全家。老夫人气得说不出话。从现在起，除了我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我会让律师来办手续。爷爷，谢谢你。你还打来干什么？看我们笑话？明天上午10点，叫上大伯一家和李玉梅到张律师的事务所来，我跟你们做了断。凭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可以不来，但我保证，明天中午12点前，这份20年前的贪污公款认罪书就会出现在经审局和当年那个工厂的董事室。各位，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就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做一个最终的合法的了结。姜文山先生，这份文件你应该不陌生吧？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伪造的！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姜文山，跪下！30万，你知不知道那是30万？你是想让我们全家给你陪葬？认罪书给我写，手印按上，这东西以后就是悬在你头上的刀。你要是敢动小案，我就从棺材里爬出来，也得把你送进去。爸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小安，大伯错了，大伯给你磕头了。既然事实已经清楚，那么我们来谈谈结这件事的条件吧。第一，房产，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搬离。私人物品一件不留，6点后换锁。遗留物品视为垃圾处理，强行闯入，以非法侵入罪起诉。第二，债务，刘金凤欠款63425元，姜文海过去5年将按共计向你们转账63万，其中用于江傲购房的20万，在法律上属于不当得利，全额返还。什么？那是我儿子孝敬我的，那是我弟自愿给的。我们有5年来的通话录音和聊天记录，每一笔都是在道德绑架、哭闹威胁下被迫支付的。如果对不当得利有异议，法庭上我们可以慢慢谈。2笔债务共计263425元，今天下午6点前到账，否则诈骗罪诉讼、不当柳费追逃诉讼同时启动。第三，监护权与探视权。李玉梅女士在明知奶奶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，恶意探视，用刺激性言语刺激老人家，导致老人家病归昏迷，已构成严重的人身伤害。所有人签署声明，自愿放弃对奶奶的监护权、赡养权及一切探视权。从此，老夫人的所有事宜由江岸先生全权负责。第五，断绝关系。
签署断绝所有亲属关系的协议书。从此以后，你们与江岸先生再无任何瓜葛，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互不相干。协议一式5份，公证处公证即可生效。以上全部条件，你们有10分钟考虑，同意签字，不同意法庭见。当然，姜文山的那份认罪书也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。这场战争我赢了，可我没有一丝胜利的喜悦。姜文海他们在失去房子又被讨债公司找上门后，生活也将坠入地狱，报应而已。明天正常上班，你家人的道歉信收到了，之前的态度抱歉，道歉不需要了，辞职。然后关掉手机，世界清静了。那栋承载了20多年痛苦回忆的老房子，我挂到了中间。第2天成交，270万到账，物理上最后的切割完成。我去公司办了离职，主管再三挽留，我拒绝了。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我不在乎。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删掉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。我去了医院，奶奶已经从 ICU 转到了 VIP 病房，精神好了很多。小安，奶奶，我来接您出院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城市的另一端，一个环境清幽的高档小区，我租下一套精装修的2居室。奶奶，这是我们以后的家了，很安静，没人会来打扰。我给您请了护工阿姨，白天陪您说话，我以后就在家工作，天天陪着您。苦了你了，孩子。不苦，有您在，一点都不苦。手机换了新号码，过去的一切扔在了身后。我有奶奶，有270万，有一颗千锤百炼后坚不可摧的心。我拿出手机，登上一个许久未用的作家账号，在空白文档里敲下了第1行字。这是一个关于重生的故事，故事的主角也叫江岸。窗外有风吹过，带来了新生的气息。我知道，属于我的全新的人生，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。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。奶奶身体一天天好起来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。我的小说在网上连载顺利，被出版公司看中，签下了实体书合同。喂，张律师。江先生，恭喜你，彻底摆脱了过去。有件事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一下。你说。江傲前妻离了婚，带走了孩子、车和30万彩礼。江傲被讨债的追得到处躲藏，很久没露面了。2家人搬出老房子后彻底闹翻，挤在出租屋里天天吵架。刘金凤和你母亲在小区里大打出手，名声臭了。你父亲喝醉了摔断了腿，躺在医院。你母亲一边照顾他，一边挨骂，人憔悴的不成样子。谢谢你，张律师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到阳台，楼下公园里，孩子们在嬉笑打闹，阳光正好。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没有快意，也没有同情，就像在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遥远的故事。那些人，那些事，真的已经离我远去了。秋去冬来，城市下了第1场雪。我陪奶奶在公园看雪，准备回家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。李玉梅，我的母亲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，头发花白，身形佝偻，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，正在垃圾桶里翻找。我的脚步顿住了，奶奶也看见了她，她似乎感觉到了注视，缓缓抬头，四目相对，她的脸上瞬间写满震惊、慌乱、无地自容。她下意识想把塑料瓶藏到身后，却太急，瓶罐散落一地，哐和作响。她僵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我心里很平静，拉着奶奶转身就走。小安，我停下，没有回头。她踉跄跑到我们面前，在3步远的地方停住，不敢看我。妈，我对不起您，我就是想看看您。奶奶叹了口气，没说话。我看着她那张写满悔恨和痛苦的脸，她是真的后悔了，但那又如何？我从钱包里拿出一沓钱，大概2000块，走上前塞进她手里。她愣住了。我不是你儿子，你也早就不是我母亲，我们之间在你们用奶奶的性命做赌注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。这笔钱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一个在寒风里捡瓶子的可怜的陌生人。拿着它买件厚衣服，吃顿饱饭，然后我们也早就忘了你，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平静的生活。说完，我拉着奶奶转身走进单元门，身后是她压抑的绝望的哭声，被风雪吹得支离破碎。小安，都过去了。都过去了。电梯门缓缓关上，隔绝了门外的风雪，也彻底隔绝了我那早已死去的过往。第2年春天，
我的第一本实体书新生正式出版，上市第一天登顶畅销书排行榜。出版社为我办了一场小型签售会，那天阳光很好，我坐在签售台前，看着台下排起的长龙，心里忽然就释然了。我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，不是为了控诉，不是为了博同情，